这里是 Macy's， 走进 Macy's， 很多人都只看到一个世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身边那个背着背包的观光客，手里大包小包的妈妈，一旁一直拿着手机打字的年轻人，三个人眼中的 Macy's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嘿，我是兔兔，旅居美国，代购15年，玩鞋30年。最近有朋友来美国玩，问我 Macy's 的东西能不能买，我才想到，我拍了那么多折扣店，却一直没有好好拍过美国的百货公司。今天就让我用观光客、消费者还有代购的3重角度，带你潜入 Macy's 的3重平行宇宙。3、2、1，Let's go！ Macy's 是美国现存最老的百货公司。Macy's 创立于1858年，已经有160多年历史了。每年电视上有名的感恩节游行就是 Macy's 办的，电影《小鬼当家2》里面也有它的身影。对于美国人来说，它不只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，更是一个文化符号。Macy's 不只是百货，也象征一种美国文化。我觉得观光客其实不太需要了解所谓的折扣周期，毕竟时间有限，行李箱的空间也有限。对于观光客而言 ，Macy's 是可靠的购物点。有限的时间空间，没办法追求折扣的极致 ，Macy's 是很不错的选择。许多大牌子跟流行商品都集结在一起，就算是原价，也是官方建议售价。退一万步说，没有便宜，至少也不会被骗，至少不会被当成肥羊仔。观光客要的不是等最低价，而是买得安心，买得到，带着走。那进到 Macy's 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跟所有美国商店一样，第一优先都是先冲 clearance， 永远要先去看看清仓具有的。在 Macy's 的 clearance 叫 last act。像有朋友想要帮孩子买双运动鞋，就问我 Macy's 的 Nike 鞋可不可以买？答案当然是可以，非常可以。Macy's 的 Nike 那些运动用品是跟 Finish Line 合作的 ，Finish Line 也是美国有名的运动用品连锁店，绝对没问题的。关于 Finish Line 这种体育用品是我的专长球，这种我们之后也一定会专门做一集专题来跟大家聊聊。所以在这里买运动鞋就是一个快速又可靠的选择。哪些东西最值得观光客花时间挖宝呢？我觉得 Macy's 的美妆、香水、化妆品、服饰配件都很值得看看。美妆很不错，经常有品牌为 Macy's 推出特殊限定组合，香水也会有独家的赠品或是特别组合包，会有特别款才有的小包啊，或是赠品啊。服饰配件也有一些款式是专门做给 Macy's 的，这些独家的组合或是礼盒都会是很好很赞的伴手礼。对了，观光客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隐藏福利，像纽约的 Macy's 还有提供店内导览跟国际旅客折扣卡。不过这个实际情况要去现场才知道。我上一次以观光客的身份造访纽约的 Macy's， 好像还是 iPhone 4的时代。同时，纽约的 Macy's Herald Square 也是著名的打卡景点之一。就像我刚提到的 ，Macy's 也可以算是一种美国文化的符号，所以 Macy's 也可以算是我们来过美国的打卡景点之一。如果观光客要的是快速安全，那住美国的消费者呢？他们玩的又是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。如果观光客玩的是快很准，那在地人玩的就是一场跟系统斗智的长期抗战。Macy's 是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跟折扣店不一样，折扣店的东西是什么便宜进什么货，它有什么，你从它有的东西里面挑。百货公司不一样，百货公司顾名思义就是百货兼备，进货会一直保持一定的选项。商品要全面，要齐全。像我之前买个 King Size 的床单 ，TJ Maxx 可能有折扣，但不一定有的选，选项也不一定有那么多。相较之下 ，Macy's 不一定会有折扣，有折扣也不一定是最低的，但选择多了好多好多。这是 Macy's 的优势，选择多加上牌子老，老字号招牌就放在那里，就是给人可靠的感觉。对我们在地人来说，来 Macy's 不是寻宝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要玩好这个游戏，我们要掌握2大武器，一是会员制度，一是退货政策。Macy's 有很不错的会员回馈，开通会员账号能累积消费获得回馈。如果是开信用卡回馈的趴数会更大。成为会员还有会员专属的折扣日，也会有会员专属的折扣。同时 Macy's 还提供非常健全的退货机制。这个吗？会员呢，其实掌握你的消费习惯，绑定你的消费数据，让你更离不开它。所以很常可以看到拿着大包小包的在 Macy's 柜台排队结账，这种是典型的美式 overspending。那退货政策呢？退货其实不是服务，而是一种降低你购买决策门槛的商业策略。它让你敢于冲动消费，因为你知道你能轻松的退掉。它赌的就是你懒得退，或是忘了退。所以其实也很常看到大包小包的在 Macy's 柜台排队等待退货。会员制度跟退货政策这2样东西就是2面刃，用得好如鱼得水，用不好粉身碎骨。总的来说，观光客买的是一份美国认证，而我们在地人玩的是一场在游戏规则内的极限精打细算。
一定要利用会员身份榨干每一分折扣，再把退货政策当成最后一道保险。我们消费的不该是冲动，该是一种精明的理性选择。毕竟生活嘛，生活就是精打细算。这不仅仅是省钱，这是我们这些小虾米在资本巨兽制定的游戏规则下，为自己争取最大权益的微小角力。虽然最后往往还是巨兽赢，但我们至少要咬他一口。说到在游戏规则下利益最大化，接下来要聊的是代购。代购就是把这件事做到一个极致的专业生意，在规则里将利益最大化，把这个游戏玩到极致，当成一门专业生意来做的就是代购。对代购来说 ，Macy's 是稳定、友善，而且规则明确的货源。他不怕你买多，乐见你买多。游戏规则白纸黑字写在那里，不像有些有时候傲娇、有时候骄傲的品牌，那种遮遮掩掩、扭扭捏捏的，经常让人无所适从。Macy's 就是大家照着游戏规则走。这个游戏规则也包括退货。Macy's 的退货政策虽然宽松，但也不是毫无限制。条款里写明了，我们保留拒绝滥用退货政策的权利。简单说，守规矩，它就是你的利器。钻漏洞，他们该封杀你的时候，也绝对不会手软。对代购来说 ，Macy's 就是一个规则明确的战场，有时候比一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折扣店寻宝更值得投入心力。那代购的利润哪里来？代购玩的就是资讯差。代购的利润来自于对于系统规则的极致理解与利用，甚至包括它的错误。网上有人会说，代购是寄生虫，代购在伤害品牌价值。这种观念大错特错。一个完全没人代购的品牌，品牌内部才应该恐慌。这代表它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热度与议价能力。无论球鞋、潮牌、精品、包包、名表，这游戏永远都是没人抢的东西。代购不是寄生虫，代购是市场热度的温度计。这游戏永远都是没人抢的东西。其实各行各业，每个人都可以看成是一门生意。核心都是创造自己可以，但是别人做不到的价值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观光客为体验买单，在地人为需求买单，而代购呢？代购就是为了资讯落差买单。代购可以看成为了资讯落差而买单的价值发现者。让我用 Joseph 厨具来做一个总结。Joseph 是有名的创意厨具，他们家的东西有创意，不抽象，而且非常实用，重点还很好看，放着都赏心悦目。因为实用、品质好，我会买来自用。这时候我就是在地人，因为好用又好看，很体面，所以我也经常把它当成伴手礼来送人。这时候我就是观光客，因为有稳定的市场价差，我也卖了很多到世界各地。这时候我就变成代购了。所以3种不同的视角都可以投射在 Macy's 的卖场。像 TJ Maxx 也会有 Joseph 的商品，也经常有折扣，但款式没那么新，选择没那么多，库存也没那么稳定。但 Macy's 不同 ，Macy's 总有最新最全的选择，库存也最充足。这就是百货公司的核心价值，它不是绝对的挑战最便宜，它提供的是选择与可靠。这就是百货公司与折扣店之间最根本的差异。所以当你走进 Macy's， 不妨想一想，今天你是谁？是观光客，是本地人，还是代购？好啦 ，Macy's 就介绍到这里。Macy's 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意义。观光客眼中，它可以打卡跟买伴手礼；消费者眼中 ，Macy's 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对代购来说，它就是可以信赖的好伙伴、好货源。所以关于 Macy's， 我就是这样回答我朋友的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那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。人生继续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